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，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提起灵异事件，当然离不开太平间这种知音之地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太平间里发生的事。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，有一所三流的医学院。这所医学院虽然不怎么出名，但是他们学院的课外社团可是远近闻名。因为社团的入会仪式让周边学校社团闻风丧胆，能通过考验的学生都被人敬仰。因为社团规定每一学期的入会考验时，会让学生单独在太平间里待上一个晚上。虽然这种考验看上去不太人道，可是由于是医学专业的院校，所以社团这个规矩竟一直坚持了下来。小云是这所医学院的一名学生，他在学校里一向以胆大包天自居，而且是许多平台的鬼故事写手，以吓唬网友为乐。他早就说过不把这种考验当回事了，可是当社团学长宣布今天轮到他时，他还是惊出了一头冷汗。毕竟是一个人独自在漆黑的太平间一个晚上啊，还不准开灯。但小云转念一想，如果通过了考验，会得到所有人的尊敬，并且自己毕竟是鬼故事写手，如果不敢去，那自己的人设就崩了。况且也没听说往届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。小云把心一横就答应了下来。晚上，小云被带到了太平间里，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，屋子里一下子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小云缩在了屋子的一角，她的心情变得异常阴冷，周围的空气也变得非常沉闷。当她想到四周全部都是死人时，头皮顿时一阵阵发麻。她开始感到周围的死寂和恐怖，仿佛每个角落都有无数的眼睛在注视着她。她开始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压迫着，无法呼吸，无法移动，心里情绪变得越来越阴森，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困在这个地方，永远无法逃离。想着想着，毕竟是鬼故事写手，小云用手拍了拍脑袋，告诉自己深呼吸，不要紧张。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月光照了进来，小云没那么害怕了。借着月光，小云发现太平间的墙角居然有一面镜子，她感到有些奇怪，因为太平间通常不会有镜子存在。但是她还是决定对着镜子开始唱起歌来，因为对着镜子就能看到自己身后有没有东西，有一些安全感，并且大声唱歌可以让她的心情没那么害怕。她坐在镜子前一直唱啊唱，直唱到了天亮。第二天，肿着嗓子的小云被带了出来，她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自己来说只是一件小事罢了。大家都很佩服她。这时，有一个同学问她嗓子怎么肿了，她说自己在太平间里对着镜子唱了一夜的歌，今天早上才不唱的。这时，学长学姐的脸色变了，小云还不解其意。小云问了半天，有一个学姐脸色惨白地告诉她，太平间里根本没有镜子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